欢迎来到明星新闻 MKN Star News 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你好，星期六好六街再出笨蛋美人，迪丽热巴和龚俊游戏黑洞实锤。安乐寨响当当的女寨主任安乐，绿3万水师而来，这次不求娶大靖太子，只为闹翻好六街。然而，无论是筹谋算计、隐忍10年的帝家之女弟子媛，还是武艺高强、胆大妄为的女水匪任安乐，都在好六街的游戏环节之中名声尽毁。要不怎么说弟子媛和韩烨注定是一家子呢？一对夫妻走不出来两种人，都是长得一副聪明的样子，实际上是妥妥的游戏黑洞。好六街为迎接《安乐传》剧组，精心打造了甜蜜的氛围，却在比拼的过程中，从偶像剧生生的变成了搞笑剧。好六街招商引资，请来了大客户《安乐传》中安乐寨的寨主任安乐弟子媛迪丽热巴、大靖皇太子韩烨龚俊、大靖长公主安宁夏楠、刑部尚书骆明熙刘宇宁。这帮人来到好六街也不客气，迪丽热巴更是直接反客为主，把好六街当成了安乐寨，甚至还要在这里安营扎寨、开店做生意。为了欢迎迪丽热巴，特意将好六街布置成了糖果的世界。巧合的是，迪丽热巴正好也想在这里开一间糖果店，就连名字都取好了，叫做真迪甜。在这次招商活动中，唯一的受害者只有杨迪。为了给迪丽热巴一间位置最好的铺面，她的迪达快递小摊只能被收起来了。生意做得这么卑微也是没谁了，但杨迪很能自我安慰，迪丽热巴不是要开真迪甜吗？好巧她也是那个迪。不过好在何炅也是不偏不倚，给了杨迪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，让杨迪和迪丽热巴一起争夺这间糖果店老板的位置究竟属于谁。老板的位置坐得牢靠不牢靠，还得看合伙人靠不靠谱。这不是2个人的竞争，而是2组人的竞争。迪丽热巴携龚俊、李雪琴、丁程鑫组成一队，杨迪携刘宇宁、秦霄贤、夏楠组成一队，2队 PK 对决，争夺糖果店真迪甜的归属问题。每轮对决的输赢过后，各队会根据结果获得数量不同的糖果，每轮拿完糖果之后，就可以重新选择老板。最终，糖果数量最少的老板和2位合伙人要接受惩罚。在真正的对决开始之前，2位队长需要通过一个小游戏来获得第1轮挑战的优先选择权。游戏很简单，通过剪刀石头布，获胜方拿气锤，输方拿小锅，气锤打到头即为获胜，打到盆即为失败。或许是杨迪低估了迪丽热巴的反应能力，又或许是小锅上的油没有刷干净，导致杨迪先是输了石头剪刀布，又因手滑将拿起来的锅给掉地上了，被气锤砸个正着。看到杨迪挨砸，全场欢呼，尤其是旁边的李雪琴和弟弟丁程鑫，高兴得合不拢嘴。又是可惜王鹤棣没能看到杨迪输游戏的一期。游戏是3局2胜制，杨迪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没开2度，第2次又是输了石头剪刀布，还没能躲过迪丽热巴的气锤。最终第1轮比拼的优先权归属于迪丽热巴队。第1个环节考验的是成员们的唱跳能力。根据给出的题目，全员按顺序轮流答题，唱出2句符合题目的歌曲，且露出甜甜的表情。本队中有1个人答题出现错误，答题权便要交给另外一队，优先完成答题的队伍获胜。迪丽热巴队除了龚俊，都觉得对手太强，尤其是对面还有一个专业歌手刘宇宁，但龚俊不一样，他始终自信满满，觉得先唱，管那么多干嘛，唱了再说。谁能想到，这群人里被称为好六街100秒的，竟然是龚俊。然而100秒人设开始即崩塌，调没跑，词唱错了，让杨迪成功捡漏。对面丝滑答题，令龚俊和迪丽热巴看得一脸羡慕。最后人家都赢了，迪丽热巴还后知后觉，十分惊讶，但龚俊格外乐观，大气地说了一句没事。但报仇的机会很快就来了，迪丽热巴率领着队友们，唱歌不行，可以努力找茬。刘宇宁唱错了字，直接被揪了出来。轮到自己队答题，全队助攻龚俊，仿佛龚俊唱对了，就赢得了全队的胜利一样。然而最终却输在了最后一棒，丁程鑫捡漏都没捡成功。刘宇宁出错也是没开2度，明明早早商量好的答案，结果竟然唱错了词，把杨迪给气够呛。第2个环节考验的是成员身体的协调能力，成员们需要根据放出的歌曲跳出相应的舞。事实上，这个环节最考验的不是协调能力，而是信念感，绝对的自信心。就像杨迪明明跳的不对，但始终坚信自己跳的和原版没有差别，
哪怕原唱就在对面站着，静静地看他表演，对他也没有一丝一毫的影响。与杨迪一样自信的还有龚俊，什么都不会，临时抱佛脚，但表现得很自信，无视对面的杨迪输出的恶评。龚俊拖垮他们。跳舞有搞笑的，就有唯美的丁程鑫帅气的舞蹈和迪丽热巴妖娆的新疆舞，都是一场视觉盛宴。比拼结束后，成员们轮流进入有何不可咖啡店，分别领取糖果。由队长决定成员拿糖果的顺序，将龚俊放在第一个，简直就是不给李雪琴和丁程鑫留活路。20颗糖，还想全拿，唯一剩了点不多的良心，就是只拿了18颗，给后面的人留了2颗。领完糖果之后，就该更换成员了。李雪琴和丁程鑫果断选择不跟龚俊一队，因为通过分糖果这块，就把龚俊看得明明白白的，再跟他一队必定受惩罚。杨迪队的夏楠和秦霄贤来到了迪丽热巴队，李雪琴和丁程鑫之人来到了杨迪队。搞笑的是，何炅都已经明着提示龚俊了，下一个比拼很需要丁程鑫，可他嘴上说着把丁程鑫争取在自己队，结果用糖果把弟弟给逼走了。第2轮的比拼共分为3个挑战，而每个挑战又相互关联。第1局挑战是要为第2局挑战赢取互动时长，第2局挑战的输赢则关乎于第3局挑战的优先答题权。第1局挑战是经典游戏321，看这边，龚俊和迪丽热巴这2个游戏新手对战杨迪和丁程鑫这2个老玩家，内容绝对值得期待。尤其是迪丽热巴虽然不懂规则，但是会打提前量，还偷偷将盾牌往自己身边挪了挪，然而他的动作却被眼尖的杨迪给抓个正着。迪丽热巴处在高度紧张之中，龚俊和丁程鑫只是进行了一下石头剪刀布，决定谁先谁后，就把迪丽热巴给吓了一跳。又拿水又拿盾牌，仿佛是这个游戏里每个新手必须要经历的过程，迪丽热巴也是如此。玩出了全世界都在我手的气势，迪丽热巴解锁了这个游戏的新玩法，拿走盾牌泼水，不给对方留活路，这个霸道的行为果然就很认安乐，妥妥的女水匪。甚至哪怕是杨迪赢了，迪丽热巴手里的水也必须泼出去。渐入佳境的迪丽热巴挡水已经挡得很迅速了，进步快到令观战的人都险些惊掉下巴。奈何虽然他很努力，可这1局他们还是输给了杨迪和丁程鑫。第2局挑战叫做背后版的心有灵犀。根据上1局的表现，杨迪队得到了88秒的挑战时间，迪丽热巴队得到了66秒的挑战时间，在挑战时间内答对题目更多的获胜。李雪琴和刘宇宁配合默契，答对超多题目，令迪丽热巴和龚俊一再感叹太厉害了。到了龚俊和迪丽热巴，明显没有上一组那么顺畅，迪丽热巴猜词的时候坚定的像是在入党一样。龚俊比划小鸟依人的词，直接躺在了迪丽热巴的怀里，可到了迪丽热巴这里，却猜龚俊是自己的人质。何炅看不下去，提醒了一个一字，迪丽热巴却猜成了老有所依，直接拉高了年龄层次。为了让迪丽热巴猜对，全员提示，好不容易才让迪丽热巴答对。猜回眸一笑这个词的时候，龚俊回头看他，他却猜了一个望梅止渴。可以这么说，迪丽热巴的每一次回答都超出了所有人的意料。第3局挑战是一个考验记忆力的游戏，叫做数你最会画。每队派出1人同时挑战，按照顺序画出听到的名词，记录完毕之后，根据随机提问的序号，抢答猜出该序号内的名词，答对题目更多的获胜。这个环节里最搞笑的不是秦霄贤不认识自己画的东西，而是秦霄贤画王鹤棣和画狗急跳墙一模一样。第2搞笑的是秦霄贤画谭健次，简直画得面目全非。原来这局游戏在秦霄贤这里不是考验记忆力的，而是得罪朋友的。这局挑战是会自动升级难度的，在按照序号答题环节结束后，便要进入找号码的环节了。成员拿着一个专属金锤子，根据关键词物品找到对应的金蛋，砸开验证，优先砸对金蛋的获胜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本轮嘉宾们无论在金蛋里砸出什么，都可以通通带回家。这是记忆力和反应能力的双重考验。面对几排金蛋，被震惊到的刘宇宁和秦霄贤仿佛一下子苍老了许多。也是因此，这个挑战变得精彩了许多。2轮游戏之后，杨迪队获得了25颗糖果，迪丽热巴队获得15颗糖果。最后一次换队，龚俊皮了一下，还去杨迪的队里溜达了一圈，差点惹怒迪丽热巴。商量之后，刘宇宁进入了迪丽热巴队，秦霄贤回到了杨迪队。终极比拼开始，
又是一个老游戏，扔水球版的丢手绢。两组成员两坐下，猜拳决定谁先攻击。攻击方选择对方队伍中的一组搭档，在对方头上捏爆一个水球之后，便开始追逐。所有成员在追逐和被追逐的过程中，必须使用指定的姿势。追到或成功逃脱的可以得1分，没有抓到人或者被抓到的不得分。杨迪和丁程鑫率先攻击，直接瞄准龚俊和迪丽热巴。万没想到，龚俊一把就抓住了丁程鑫，比拼还没开始就结束了。轮到迪丽热巴和龚俊攻击，原本是可以赢的，谁知他们竟然在跑了一圈之后就坐了下来，惨被抓住。在最后环节才加入的《安乐传》中的温硕、地禁言、陈涛、花魁琳琅、王艺婷组成了一个中立的队伍。他们成功抓住龚俊和迪丽热巴之后，变成了攻方，挑战丁程鑫和杨迪，结果直接给人家送分，跑都不跑，等着人家来抓。杨迪和丁程鑫挑衅刘宇宁和夏楠，虽然刘宇宁胳膊长，但架不住杨迪和丁程鑫配合默契呀。速度飞快的杨迪和丁程鑫，甚至还在到达目的地后，嚣张地挑衅着被累得够呛的刘宇宁。这轮结束后，游戏升级，换成双人游泳圈版的追逐赛。这一次没有任何动作，就是一个跑一个追，纯考验速度与力量。全场唯一没有被砸过水球的，就是李雪琴和秦霄贤了。李雪琴跟秦霄贤刚说这次可能是他俩，另外一边刘宇宁和夏楠的水球就砸过来了。秦霄贤瞬间就怒了，边跑还边嘟囔：“他砸我腰眼。”睚眦必报的秦霄贤和刘宇宁直接杠上了，若不是体力跟不上了，两组必定要死磕到底的。刘宇宁和夏楠体力透支，迪丽热巴和龚俊替换了他俩继续战斗。两人瞄准了杨迪，虽然最后成功逃脱，但杨迪抓人的架势简直像是在拍警匪片。龚俊和迪丽热巴体力跟不上了，刘宇宁和夏楠又顶上了。两人为了给队长出气，也瞄准了杨迪和丁程鑫。狼狈不堪的丁程鑫和杨迪累成这样还不服输，奈何体力支持不住，只能交给陈涛和王艺婷。谁知这俩人也锁定了精疲力尽的杨迪、丁程鑫，只是在逃跑之时，还没等杨迪、丁程鑫反应过来，俩人就摔倒了。看准时机的杨迪和丁程鑫对视一眼，迅速起身进行抓捕，只是体力处于弱势的他们没能抓捕成功。不过值得安慰的是，陈涛和王艺婷最终归属还没确定，若之后他们归入杨迪队，那么这个分也是属于他们的。比拼结束后，陈涛和王艺婷要通过抓阄的方式决定归属。令人没想到的是，他们竟然真的进到了杨迪的队伍，这真是泼天的富贵，天降圣利！杨迪队最终战胜了迪丽热巴队，果然所有的努力都不会白费，这波真没白跑。糖果店真迪甜老板究竟是谁？由最后的投票决定。虽然迪丽热巴输了比赛，但却得到了糖果店。安乐寨寨主在好六街开店成功。杨迪和队伍中2个成员需要接受惩罚，李雪琴、秦霄贤、丁程鑫主动让杨迪免遭惩罚。杨迪嘴上说过意不去，但转头立马答应，连犹豫一下都没有。或许他真的觉得每次受惩罚的都是自己，观众早就不爱看了，所以同意了队友们的提议。最终受惩罚的成员便由李雪琴、秦霄贤、丁程鑫来承受。水柱浇下来的时候，简直震惊了所有人，都没有想到这次的惩罚这么狠。好六街的糖果店开业成功，全员为现场的观众疯狂撒糖。好六街的糖果就像《安乐传》中的任安乐和韩烨一样甜。感谢您观看视频，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。